哲学爽歪歪，猴狸松歪歪。每集为你介绍一位哲学思想家。上集影片我们介绍了笛卡尔，这集我们要来介绍跟笛卡尔同时代的哲学家斯宾诺莎。斯宾诺莎是爱因斯坦最推崇的一位哲学家。爱因斯坦曾说，他相信斯宾诺莎的上帝。今天这集我们就会解释斯宾诺莎的上帝到底是什么意思。1632年，斯宾诺莎出生于阿姆斯特丹，他父母是犹太商人，做坚果的进口商。斯宾诺莎从小在犹太社区学习，被视为神童。许多人认为他长大会成为犹太社群的知识领袖。后来，他的哥哥跟父亲相继去世，他就跟二哥一起继承家族企业，叫做巴顿加百列斯宾诺莎公司。但斯宾诺莎对从商没兴趣。他说，追求经济成功的生活都只是虚荣心作祟，我要去寻找看有什么东西能带来最深的喜悦。他向当时著名的哲学家 Van den Enden 拜师学拉丁文，这是当时欧洲知识分子的通用语言。这位 Enden 常在自家举办哲学沙龙，让斯宾诺莎开始接触最前沿的思想，像是笛卡尔的哲学。但是在23岁时，突然发生了一件大事，犹太教会宣告，因为他的邪恶言行，要把斯宾诺莎逐出教会。宗教裁判所有人指控他说，斯宾诺莎说犹太人迷信又无知，不知道上帝为何物，还自称是上帝的选民，难怪被其他国家看不起。迷信指的是相信灵魂不朽、圣经律法。被驱逐后，斯宾诺莎若无其事，认为这样反而更好。但犹太人经商都是靠犹太社群的人脉，不被犹太社群待见，等于失去这些人脉，斯宾诺莎也就不能再从商。所以几年后，他就搬到了一个小村庄 Rendsburg， 专门打磨镜片为生。斯宾诺莎的家现在已经被整修成故居，大家如果到荷兰玩，可以去参观。他的哲学著作《伦理学》就是在这里完成的。但是《伦理学》手稿完成后没出版，斯宾诺莎跑去撰写另一本书《神学政治论》，说要保卫思想的自由。今天这集影片，我们就先来介绍伦理学，下集影片再来介绍神学政治论。斯宾诺莎的伦理学首先探讨神的问题。当时哲学家想知道宇宙中最根本的存在是什么，也就是去找出不依赖其他东西就能独立自存的东西，这被称作实体。例如，笛卡尔认为上帝是一个实体，因为上帝不需要其他东西来维系它的存在。马也是一个实体，但马的存在仰赖神的担保。如果神想要的话，下一秒就可以让马消失。所以马只是有限的实体，上帝才是无限的实体。现在斯宾诺莎沿用笛卡尔的定义，但却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马不能叫做实体，因为马需要仰赖粮草才能存在。如果有天全世界的粮草都消失了，马就绝种了。所以马不是独立自存的。再来，人也不是实体，你需要仰赖父母生下你，然后你的父母又要仰赖他们的父母，可以往前无限回推，所以每个人都不可能独立自存。最后，就连生命这个概念也需要仰赖无生命的概念才能够理解。找到最后，我们会发现宇宙中没有任何东西是可以独立自存的，因为宇宙中的万物全都互相依赖，所以整个宇宙其实就只有一个实体。整个宇宙是一，我们看到的万物只是一扩展成不同形态，就像一块粘土，可以捏出各式各样的形状，但这些形状必须仰赖粘土才能存在。所以黑格尔就说，任何人只要思考实体的问题，都会发现斯宾诺莎说的才是对的。只有一个东西可以独立自存，就是自然本身。现在问题来了，如果自然界是一个实体，那请问上帝在这个自然里面还是外面？当时主流的观点认为，上帝是永恒无限的，但自然界的万物都是有限的，所以上帝必然是独立于自然界之外。现在斯宾诺莎说不对，既然整个自然界就是一个独立自存的实体，而上帝的定义也是独立自存的实体，那自然界跟上帝其实就是同一回事。上帝即是自然，这个观念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是不可思议，因为人们认为上帝必须在自然之外才能把自然界造出来，就像建筑师必须在房子外部才能建出房子。斯宾诺莎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他说，
自然有两面，一面叫做能产的自然，就是使万物能够生长出来的生命力；另一面叫做所产的自然，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万物。例如，人的身体是怎么长出来的？是每个细胞自发的生长，才长出了你的身体。如果细胞会思考，它一定也会认为有某个外在的造物主把它创造出来。但事实上，创造细胞的力量就内在于细胞本身，而不在外面。同样的，创造宇宙的力量也是内在于宇宙，而不在宇宙之外。用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来说，能产的自然就像是能量，所产的自然就像是能量转换成的质量。所以整个宇宙就是一个质能互换的守恒系统，而这个系统就被斯宾诺莎称作上帝。这就是为什么爱因斯坦说他信仰的是斯宾诺莎的上帝。既然人类也是这个自然界的一部分，那就代表每个人都在神的里面，每个人其实都享有一点点的神性，但我们却没发觉，还以为神在宇宙之外。为什么会这样？斯宾诺莎说，这是人类一种原始的宗教心态在作祟。人发现自然界的万物都可以被人纳为己用，动植物可以被人类当成食物，太阳光可以让人类看见东西，万事万物都有利用价值。这就让人类产生一种感觉，哦，这些东西一定是有人帮我设计好，准备给我用的，就像爸妈准备一个婴儿室给小孩玩一样。同样的，自然背后一定有一个造物主，造出万物给人类享用。如果上帝赋予我万物，那他一定是一个慈爱的父亲。所以宗教所说的上帝，其实是一种拟人化的投射，才让人误以为神在自然之外，像一个父亲在婴儿室外看小孩一样。现在斯宾诺莎证明了上帝跟自然是同一个实体，这就衍生出几个重要结论。既然上帝就是自然，世上所有事必然都遵守自然法则运作，那就不会有一个神在自然界之外干扰。所以发生了大地震，不是因为上帝惩罚人类，而是因为板块移动。必须用自然去解释自然，而不是用超自然去解释自然。这就让17世纪的科学获得了话语权，可以用因果机制去解释世界，逃离神学教会的掌控。再来，因为万物都遵从自然法则，所以自然也就意味着必然。所有事情背后都有某种必然的因果关系。世界上不存在偶然性。如果你以为事情只是偶然的，那只是因为你还没发现原因而已。同样的，人的自由意志也都是被决定的。当你渴望做什么的时候，背后一定有某个原因。不过斯宾诺莎说的不是命定论，而是因果决定论。他不是说人没有自由，因为一切都决定好了，而是说你今天做这个决定一定有某个原因。你要去理解自己为何这样思考感受，去认识自然背后的必然性。而去理解这种必然性，就是最高层级的知识。因为自然就是上帝，所以在认识自然的时候，人会感到一种幸福感，就像科学家发现了物理定律时的那种感受。斯宾诺莎的这种上帝观，让17世纪的西方人难以理解，导致许多人指控他是无神论者。但在同一时期，明末清初的中国，许多天主教传教士到中国后，惊讶地发现，中国人根本不相信西方那种上帝，人人都是无神论者。当时的宋明理学认为，天理永恒存在于自然之中，而不像基督教相信一个独立于自然界之外的神。这让当时的天主教哲学家 Nicholas Malebranche 认为，中国人都是斯宾诺莎主义者。所以你可能会觉得斯宾诺莎的哲学听起来很像宋明理学，因为这里的确有一段已经被遗忘的中西哲学交流的历史。如果说自然即是上帝，而且自然只是纯粹的因果法则，那自然事件就没有目的或是善恶，不像圣经说的，上帝创造世界是为了某种目的。台风、地震摧毁人类社会，猎豹吃掉羚羊，并不是因为自然很邪恶，而是因为观察者认为这很邪恶。自然本身不蕴含善恶价值判断，但这种价值中立的宇宙观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如果善恶只是人类的主观评价，那是否有一个客观标准告诉我们人应该如何生活？斯宾诺莎认为有的。首先，我们必须理解人性，才能知道怎样的生活最符合人性。斯宾诺莎的人性观跟笛卡尔不同，笛卡尔认为人是理性还有身体组成的，
但斯宾诺莎认为，人类是由一种更根本的东西构成，叫做 conatus， 有些人翻译成欲力。conatus 可以理解成一坨欲望的能量。我们可以想想看，为什么人要消耗能量起身行动？干嘛不整天坐在家就好？斯宾诺莎认为是 conatus 驱使人行动。这种能量的运动有2个层次，第一层次是自我保存，所有生命都渴望维持原本的状态，你不会看到有生命会欲求消灭自己。当你觉得受到比你更强的力量威胁时，内在会出现一股自保的冲动，那个力量就是欲力。除了延续自己的存在，欲力还有第2个层次，是渴望增强自己的力量。要增强力量，就必须主动做出行动来满足欲望。所以人在行动时，你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会给你很多理由，但背后意识不到的动机是渴望力量的增长。例如在《绝命毒师》里，男主角老白一开始制造毒品的理由是为了留下一笔财富给家庭，也就是第1层次的欲力，追求自我保存。但是当他开始打造自己的毒品帝国后，发现扩展权力可以带来更大的满足，也就提升到了第2层次的欲力。到最后，老白为了追求更多力量，反而让毒品帝国摧毁了他的家庭。这里我们就看到了人性的矛盾，人的欲力原本只追求自保，但是当有机会扩展力量时，人可能会被追求权力的欲望给吞噬，到最后反而难以自保。所以要理解人为什么做出某些自我毁灭的行为，要靠欲望的心理学，而不是伦理学。后来许多哲学家就会用这套欲力理论来解释人为何会欲求让自己受到奴役。例如美国哲学家 Jason Reed 就说，为什么人明知工作低薪，却选择兼差做更多工作？因为低薪工作只能满足第1层的欲力，只能让你活下去。但是兼差打零工，表面上是多赚点钱，背后其实是满足第2层的欲力，让劳工把无力感转化成力量感的提升。你看我多厉害，可以斜杠好几份工作。所以身兼多职不再是因为低薪问题，而是反映出我多有能力。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劳工会自己欲求被奴役。接下来，斯宾诺莎再进一步推导，每当我们的力量提升或减少时，我们的身体其实都会记住，而且会在心灵中留下痕迹。这种痕迹被斯宾诺莎称作情动。情动类似情绪、热情。当我们讲情绪时，通常是指某个人的主观感受，但情动强调的是2个身体之间产生力与力的关系。当你的身体被另一个身体的力量触动时，你会感觉到欲力增加或是衰退，这种关系就是情动。像是人类群体中的爱恨情仇，其实都涉及到力与力的关系。你喜欢某人，是因为他让你感觉到力量提升，所以大家都喜欢散发正能量的开心果。你讨厌某人，不是因为这人很坏，而是因为这人让你感觉到力量衰退。例如，大家都不喜欢病恹恹的人。所以当我们判断一个东西是好是坏时，其实是身体中被触动的情绪记忆在影响我们。像是大家都讨厌蚊子，因为蚊子吸人血，减弱人的力量。或是当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人很好，可能是因为那个人触动了你对前任的记忆，你的身体还保有这个记忆痕迹，只是你自己没有意识到。这套情动理论让斯宾诺莎的人性论非常不同于以往的哲学。以往哲学家都预设人是理性的存在，斯宾诺莎说不对，人是受欲望、热情主导的存在，只要受外在因素影响，就会产生情绪反应，只是人时常意识不到。就像一个细胞如果有意识，它只意识得到表面，而意识不到里面，它就会看到自己不断的变形，却不知道变形是因为跟外界互动时内部受到干扰，还以为变形是自己意识在做思考的结果。同样的，人在创造评价知识时，会认为自己是被理性论述引导，不会察觉到自己的情绪被触动，所以这里有一个误认的结构。这就是为什么你跟种族歧视、恐同的人做理性对话都是鬼打墙，因为人不是在理性思考后决定成为一个歧视者、恐同者，而是被自己意识不到的情绪给制约。这个观点后来就影响了尼采的知识观，认为不存在绝对客观中立的知识判断，因为追求知识的欲望背后都藏有一股受情绪驱动的权力意志。求知者渴望用知识的力量去触动他人的情绪，
所以知识交流底子里其实是一场权力斗争。斯宾诺莎的这套人性论揭露了人之所以跟别人打交道，背后其实有更深层的动力，就是要触动他人的情绪，或是被他人给触动情绪，借此激发力量的生产，增强自己的欲力。这就解释了人为什么会不计较利益，做出利他行为。因为就算没有得到任何利益，利他的人也会感觉到欲望的满足，感到自己是一个强大有力量的人。所以后来的哲学家德勒兹就说，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其实是一种动物行为学，动物之间的相处都涉及力量的生产，像是狮子会寄生在宿主身上吸血，以增强自己的生命力。人性也渴望趋向有能量的人，让自己得到提升成长，而力量的强弱必须在关系中才能确定。比你弱的人，你觉得他们是狮子，但对比你强的人来说，你才是狮子。斯宾诺莎的自然观揭露万物都服从因果法则，接着他的人性论又告诉我们，人是被情绪欲望触动的存在。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如果人被情绪触动，而人的行动又是自然因果链的一部分，那行动到底是出于自由意志，还是只是受外在刺激做出反应？假设你是一个爱吃猪肉的人，当你想吃猪肉的时候，你就有钱可以去吃，你就认为这叫自由。但斯宾诺莎要你追问，这个欲望是从何而来的？如果你从小生长在吃素的家庭，或是生长在不吃猪肉的穆斯林社会，你可能就不会有吃猪肉的欲望。换句话说，你的欲望可以追溯到家族的欲望。你以为的自由行动，背后有一个你意识不到的原因。所以斯宾诺莎要我们追问，我所追求的一切真的是出于我自己的本性吗？还是有外在力量影响我，我却误以为是自己的欲望？笛卡尔哲学里没有这个问题，因为笛卡尔认为心灵是独立于自然界的存在，自然界的因果律无法影响我思，所以人依然保有自由意志。但斯宾诺莎认为心灵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那就必须处理人有没有自由的问题。斯宾诺莎说，自由的判断标准就是我行动的原因就是我自己，而不是受到环境、情绪或是他人影响。自由人是决定行动的人，而不是行动被决定的人。什么叫做被决定呢？例如，人明知道良药苦口，却因为怕苦而不吃；人明知道垃圾食物有害健康，却因为好吃而继续吃。这都是情绪欲望在指引行动，而做出有害自身的事。斯宾诺莎举了一个恐惧的例子：1663年，阿姆斯特丹爆发瘟疫，5万人死亡。这时候，宗教团体就出来说，这是上天的惩罚，教导人们怎样才能在死后上天堂，而不是下地狱。这种对来世的恐惧，就限制了人们的自由。因为人活着的时候，如果一直想着死后的事，你的行动就是被你对来生的想象给决定的。你一辈子都活在恐惧里，怕死后被惩罚，那就不是个自由人，而是被情绪勒索的人。这种人就被斯宾诺莎称作奴隶。所以斯宾诺莎说，一个自由的人最不会去思考死亡。后来的英国作家毛姆写了一本小说叫做《人性枷锁》，就是启发自斯宾诺莎的这套理论。但是人有可能完全摆脱情绪、私欲的枷锁吗？斯宾诺莎当然知道这是人性的一部分，但人的特殊之处就是可以透过理性引导情绪，用人性中的一股力量对抗人性的另一股力量。假设老板说要把你开除，你情绪一下子就上来了。但如果你去学习经济学的知识，就会发现疫情后失业率飙升，每家企业都在裁员。当你理解到万物皆有其必然时，就不会被人性中的情绪枷锁牵着走，而能够安然面对。所以斯宾诺莎说，不要笑，不要哭，不要恨，要理解。人在理解事物的必然性后，可以利用知识把悲伤化成喜悦。这样一来，你就不是被情绪给决定，而可以反过来用理性改造情绪。像是斯宾诺莎他们家是进口商，当时17世纪的荷兰发生过著名的郁金香泡沫经济，泡沫化后，郁金香的价格暴跌，商人就会发现财富上的成功都只是一时的，因为是市场在决定。那商人其实就是不自由的，是被外在力量决定的存在。斯宾诺莎后来背负家族企业的欠债，还被犹太教会开除教籍，
但他反而认为这样更好，因为这就让他摆脱了外在限制的枷锁。所以在斯宾诺莎这里，自由的生活就是透过理性指引去实现自己的本性，增强自己的力量；不自由的生活则是被外在力量制约，去做自己不想做的事，缺乏力量进行自我实现。今天这支影片我们介绍了斯宾诺莎的伦理学。首先论证自然中的万物都是有限的存在，宇宙中只有一个实体可以独立自存，就是自然本身，所以万物是一体的，自然就是上帝。这种看法启发了20世纪的哲学家 Arne Naess 提出深度生态学的观点，认为既然万物皆为一体，那么去认识自然生态其实就是人类在认识自己，是一种自我实现，让人类从有限的存有通往无限的存有。接着斯宾诺莎的人性论告诉我们，人是欲望的存在，受到情绪触动而做出行动，深层的动机是为了增强自己的欲力，但行动者自己却意识不到。后来弗洛伊德就会把这个概念用在心理学上，人自以为的自由行动背后藏有某些无意识的原因。弗洛伊德就曾告诉他的朋友 Lothar Bickel， 无意识的因果性构想就是源自于斯宾诺莎。所以斯宾诺莎的哲学其实就像一种心理治疗，要打破人类膨胀的自我，你自以为的自由背后藏着某种因果在决定，而真正的自由首先要意识到自己是被决定的存在，在理解因果机制的必然性后，能够不受情绪外在力量影响而行动，进而得到自主自觉的主动性。这就为现代人奠定了一种自由的理想，自由人能够不被人性枷锁给束缚。但人之所以不自由，不只是因为人性枷锁，还常常是因为社会跟国家限制了人的自由。所以下一集影片我们就会介绍斯宾诺莎的政治哲学，看看人要如何突破社会国家所强加的枷锁，获得真正的自由。留言加分享本集的影片贴文，就可抽不逊的异端一本。本集影片由频道会员赞助播出，也欢迎您使用超级感谢或是加入频道会员，支持超级 Y 创作更多影片。